ZDNA 正式發布 5.3 模型，專門為代碼而生，隨時應對網絡防禦。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 Tomino 并起 3.0， 從 4.6 直接飆升到 28.3， 整整翻了6倍。今天這個視頻我演示了3個實例，寫一個本地的密碼本，在終端繞過一個障礙，自己審核自己的代碼。看完這個視頻之後，你就能夠決定要不要使用這個模型。第一個任務，做一個本地的密碼本。選擇這個例子很有講究，密碼本人人都在用，邏輯簡單，一個本地的 HTML 都能夠裝得下。但是它是天生敏感的東西，我會讓它先做出來一個，等會兒讓它自己回頭去審核，這是一條主線。這裡是我使用的一個提示，你可以直接暫停抄走，然後告訴他創建一個 HTML， 做一個純本地的密碼本小工具，這是要求。第一個呢是單個 HTML 文件進行搞定，全部寫在一個文件裡，不要拆分文件，不要引用外部的 CDN 和第三方庫，雙擊就能夠在瀏覽器中打開。功能要求只要4個，添加一條記錄，列出所有的記錄，按網站進行搜索，刪除單條記錄。第3個，數據保存在瀏覽器本地，關掉頁面再打開，數據還在。第4個，界面使用深色主題，卡片式的列表，手機屏幕上也能正常使用。密碼那一列默認用圓點遮住，點一下眼睛就可以看明文。代碼在250行以內，不要寫单元測試，不要生成 readme， 不要初始化 get， 寫完一個文件就開始停下。寫完之後用3句話告訴我你的數據存在哪裡了，為什麼用這種方式進行存儲，為什麼這麼選。我複製下來，打開它的桌面端，在這裡你需要自己下載，記得更新到最新版本。我現在是 3.77 的 ，output 粘貼到這裡。在這裡開始任何改變之前都要告訴我，記得選擇 GLM 5.3， 這裡有流量，這裡有額度，你可以進行查看。還有3個分級，有 Low、High、Max。為了省額度，我選擇 Low 的。隨後我們可以點擊箭頭直接發給他，所以他開始工作，他開始寫代碼了。我要求他少於250行，我看他能不能做到。這裡是允許，這裡就創建了，速度很快，總共是110行代碼。他告訴我關於數據存儲的3句話，它存儲到本地空間裡面，不會上傳到任何地方，所有記錄是 JSON 字符串整體寫入。這樣選是因為密碼本數據量小，結構簡單，我們直接打開就可以查看，直接在這裡打開了。我想在瀏覽器中打開，點擊這裡，這裡它就瀏覽器打開了，有網站名、用戶名、密碼、備註。我們隨便來寫一個，我寫個 ChatGPT， 用戶名坤，密碼1234556，備註 AI， 然後添加，在這裡它就保存了，可以看到密碼。我們想讓它刪除，也可以直接刪除。這樣就簡單的一個本地密碼本就創建完成。第2個任務，試一下它終端的本事。我自帶的 Zcode 的終端，我給它下了一個套，把端口8000占住。我先來做一下準備，我打開終端，確定一下它生成的 HTML 文件在哪裡。回車，這個文件是在這裡。我創建一個空目錄，在桌面端。進入這個空目錄，確認位置，我讓它占住8000這個端口。我再打開一個終端 Command+N， 確認一下它是否真的被占住。點擊回車，這裡它就代表真正的被占住。這2個我們不關，我們回到 Zcode 桌面端，我們看一下位置。我們在 Zcode Project， 也就是它的項目裡面，選擇的是 GLM 5.3。effort 我選擇是 low 的，我輸入下面這個提示，在終端裡幫我把 HTML 用本地服務器跑起來，端口用800，起來之後驗證一下能不能正常訪問，最後把可以打開的地址告訴我，
過程中遇到任何問題，你自己排查，不用問我。這就是這一次升級的重要功能。我点擊鍵都发給他，他在這裡開始工作。首先就是確認、允許，這是他開始運行的。告訴我們端口已經有一個服務器在跑，驗證它是否能夠正常提供。我們允許。他告訴我現在的服務器目錄不对，返回404，我要把它停掉，在項目目錄重新啟動，它會把它直接關閉。我們允許運行，在這裡它直接打開，允許。服務器已經能夠驗證成功，它關閉之後就可以打開。我們想打開，直接點擊這裡打開。這裡有一個錯誤，我再打開，這樣就可以了。是服務器正在運行中，這是8000的一個端口。回到桌面端，它直接告訴我們，直接把這個關閉了。第3個任務，讓它審核自己的代碼，這是今天的主菜。它自己生成的 HTML， 我讓它變換一個身份來進行做。這次呢，我們 iFraud 選擇最高的，讓它多想。我們重新打開，這些我們都不變，唯一變的就是 iFraud 用 Hi。我會使用下面這個提示，可以看一下。首先讓它切換角色，你是一個第三方安全審計員，剛接手了這個 HTML 這個文件，你不知道誰寫的，對它進行一次完整的代碼安全審計。要求有這樣幾條。第一條，逐項列出你發現的安全問題，每一條你需要寫清楚4件事，問題出在哪一行，或者是哪個函數，屬於什麼類型的問題，真實世界裡會怎麼被利用，嚴重程度按照高中低嚴重來進行排序，這個跟上面差不多。第3個，每條問題後面用2-3句話說明修復思路，說明要改哪裡，改成什麼，但是什麼。第4個呢，全程不要輸出修復後的代碼，不要改動 HTML， 不要創建任何新文件，只給我一個文件報告。為什麼我把它標記為重要？因為它省額度，我自己使用的是免費額度，又是 Hi 的，如果讓它這樣做，額度可能瞬間就會被用完。最後一個是最後單獨用一段話回答這個工具適不適合拿來存真實的密碼，如果不適合，一個普通人拿到它之後會面臨什麼樣的後果。我把它複製下來，隨後放到這裡，點擊箭頭發給他，他開始在這裡工作，這裡會顯示他工作多少秒，這是我個人非常喜歡的。我以第三方審計的身份來讀取它的完整源碼，然後逐項分析，也是在這裡閱讀這個源碼。你也可以觀察着你的額度用的情況，不過我現在還好，才用到1.4%。這裡它顯示讀完，它會確認一下哪些差值，避免誤判。這裡出現模型回復錯誤，這是它展示的細節，錯誤的原因。我再讓它試一下，不知道它是不穩定還是什麼原因。這裡開始告訴我們，給我們的報告，這嚴重程度還是真不少的。我們只能去等它完成。我看一下最後的。這裡它有10個風險，我看第一個問題的清單，所有密碼以明文持久化，在這個裡面，這裡有位置，第42到45行，第65到69行，屬於敏感數據，明文存儲，真實的世界利用，這修復思路，這是嚴重的完全沒有訪問權限，無主密碼無鎖定，打開即可查看，這第3。這其他的我就不再去說了。我們看一下這個工具是否適合真實的一個密碼。首先告訴我們不適合，一條不該存。它名字叫密碼，實質上是一張誰都可以翻的紙條，所以我們不能使用。在這裡你審查一下就會好很多。說一下我個人的感受， AI 不會替你操心你沒問過的事，工具再強，它也只能回答你問出的那部分答案。你的下限不是由模型決定的，是由你
問的那句話決定的。